們常喝飲料嗎？那你們有注意過我們每天用的紙杯嗎？其實這些紙杯啊，一點都不單純。有一天我洗杯子的時候發現，裡面竟然還有一層塑膠膜。喝飲料這件事情幾乎可以跟台灣的日常畫上等號。那我們那麼頻繁的碰到這些塑膠膜紙杯，對我們來說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打開 Google 搜尋，台灣一整年下來至少可以喝掉超過10億杯飲料。我們也不過2300萬人，換算下來等於每個人一年要平均喝掉43杯。但像我們發現的這些紙杯，如果不單純只有紙的成分，那它到底包含了些什麼？這要讓我們回到它怎麼來的故事說起。有一個年代，人們在各種公共空間都是共用同一個杯子，學校、公園、火車站，各種人潮繁雜的地方。我們來到了這裡是20世紀初的美国和英國。這個共用文化看起來讓人們方便，卻也促成了傳染病的盛行。光是在1900到1920這20年之間，因為傳染病而死亡的人數就超過了上百萬人。那時候的政府甚至特別訂定了法規去規範了這件事，也盡力的去宣導大家衛生習慣的改變。而我們討論到的紙杯，就是在這個時空背景下產生的。在它被發明的時候，概念很單純，就是在紙杯的內層加了一層防水的材質，才不會讓我們裝了飲料拿在手上，同時紙杯也爛在手上。在這時空背景下，這種一次性的紙杯也變成了可以安全喝水的象徵，之後才慢慢演變成我們現在有着的塑膠薄膜的樣子。這個技術後來應用的範圍有多廣？廣到各個飲料店的飲料杯、便利商店的咖啡杯，我們常看到的小紙杯，甚至各種外帶的紙盒，通通都是。但我們回到紙杯，這幾年都有很多學者在研究這些杯子裡面的塑膠微粒在什麼情況下會釋放出來。第二個部分，塑膠微粒進到我們的身體裡，確切來說，這對身體造成了什麼影響？帶着這些線索跟問題，我們準備了一些紙杯和這幾份研究給魏醫師，聽看他怎麼幫我們解釋。你把這一層塑膠膜把它剝開之後，你會知道，它真的是塑膠，它不是紙，我們以前都以為就是個紙杯，可是實際上，如果說你整個都是用這種東西包着的話，其實它本質上就是個塑膠杯啊。台灣其實在我這一輩以前，肝炎是很盛行的。在那個年代，大家就會有一個觀念，大部分的疾病可能都跟唾液的交換其實有關。大家就會覺得說，我只要把那樣的餐具把它換成保麗龍，好像就可以免除感染的風險了。大概在我國中開始，其實外帶這件事情越來越盛行了。後面好像大家發現這個東西太難分解，所以材料其實就從保麗龍開始演變，紙盒越來越盛行。手搖飲大概也是那個時候，我還記得第一個手搖飲好像是快可力開始用那種封膜式的紙杯，這件事情就變成說造成整個外帶文化就整個被放大了。我們的塑膠材質絕對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麼單純。科學史上就有這樣的發現，1991年波士頓塔夫斯大學他們有一個研究，主要是研究乳癌細胞。我們明明沒有給予什麼額外的添加物，這個乳癌細胞還是快速的增長，才發現，原來是那個試管容器其實是有問題的。幾年後的史丹佛大學其實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他們在培養皿裡面發現，就算沒有酵母菌在裡面，還是可以檢驗到雌激素受體的刺激物，才發現原因是來自高溫消毒的塑膠瓶。從這兩個研究，人們就開始注意到說，塑膠製品不單純只是環境的污染而已，對我們的人體其實會產生有害的影響的。19年的時候，也有人他們有發現到，哇，茶包在泡的過程當中，其實會釋放上億的塑膠微粒，就因此發表了這一篇論文，然後也連帶可能有一些新聞來，然後大家覺得，好驚悚哦。關於那個新聞其實後面有一些反方意見啦，他們是透過剪刀去把這個茶包把它剪開來，就有研究團隊後來就質疑啦，這個剪開動作其實就會產生很多塑膠微粒在裡面。像這類的研究啦，並不是沒有價值的，它還是告訴我們說，塑膠微粒這個東西是確實存在的。因為我們找的過程當中，有看到了第一篇論文的重點，其實就是落在說什麼樣的情況底下會釋放出來的這個可能性。
其實看到這篇論文我還蠻震驚的啦，因為像我們平常會認為風險比較低的 PP 杯，或者說甚至大家常拿來做保特瓶的 PET， 似乎都沒有辦法逃過這樣的事情。其實它相對重要點就是告訴我們，大概所有的塑料材質啊，只要把它拿來做容器，它肯定都會有一些釋出的問題。第二件事情就是，當我們在高溫的狀況之下，是会更明顯的。光是每天早上那杯咖啡，走在路上到處可以看到一個人拿着高溫的這種紙杯在喝，我們以為我們喝的是咖啡，我們喝的可能是咖啡佐塑膠微粒之類的概念這樣子。這篇研究它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它真的對我們產生害處啦，值得我們重視，但它並不是說肯定的結論這樣子。第二篇的論文有發現到人的身體當中觀察到有塑膠的微粒。這篇研究其實講的是，塑膠微粒啊，它是真的會進到我們的組織裡面的。腸胃道其實嚴格說起來，仍然不算是我們的體內環境啦。我們其實腸道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可以決定說這個東西要不要被吸收。看起來腸胃道似乎是沒有辦法完整的去把這些塑膠微粒排除在外，它還是把它吸收進去了，而且它經由了這個循環系統來到這個血管內皮，形成斑塊，甚至在組織裡面被發現。比起前一篇論文，就更進一步的去證實說，在組織上面已經有所發現。2022年，荷蘭就有研究，在他們的受檢者血液裡面就發現大概有80%的人，其實血液裡面是有塑膠微粒的。在2020年的意大利也有一篇研究，我們的胎盤也都有發現到塑膠微粒，所以我們甚至可以懷疑塑膠微粒其實會透過母體去影響到胎兒。除此之外啦，在心臟啊、肺部啊，其實也都有發現。綜合這篇文獻還有其他文獻來看，我必須說，塑膠微粒透過血液循環再到全身各個組織這件事情，大概已經可以視為是一個定論了。是不是一定會造成疾病這件事情，以目前的醫學來說，還沒有辦法真的很明確的理清這件事情。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我們身體接觸到外來物的時候，它其實都會有一個防禦系統去活化，就是我們免疫系統。所以實際上這些外來物只要能夠進到我們的身體，其實難免都會帶來一些發炎的問題。刺激物一直持續的存在我們的人體，或者說存在我們的環境當中，免疫系統一直被活化，它就變成慢性發炎的問題。它會讓我們的免疫細胞一直在分泌一些觸發的細胞因子，像 TNF-alpha 或 interleukin-6這些，它對於我們的一些代謝的訊號，其實就會產生影響。假設我今天是一般的民众，那要怎麼樣知道可能有慢性發炎的狀況？對醫師來說的話，你通常會去注意哪些項目？其實慢性发炎大概有一些症狀是必須注意的啦。最經典的其實就是疲累，免疫系統其實是非常耗能的，所以當我們處於慢性发炎的狀態，能量供給往往是不足的，也會遇到像腦霧啊或情緒不穩定這樣的事情。除此之外呢，我們的修復能力啊會變得比較弱，有些人就會感覺到常常會酸痛啊，明明沒有受傷，也會覺得說，這邊酸酸緊緊的。像皮膚或腸胃道開始發現皮膚容易癢，會過敏，然後容易遇到濕疹、腸躁症啊、胃食道逆流啊、脹氣啊，這些事情都是一些慢性发炎狀態存在的一個暗示啦。那當然，這些症狀大家都會說很多原因不太具有特異性，所以更直接就是，我們去抽血做個檢查。比如說像現在最常用的就是 hsCRP 高敏感度的 T 反應蛋白，它是我們身體如果在发炎狀況之下，肝臟就會產生的一個蛋白，算是一個蠻好的指標。那另外像是有一些人如果說他的白血球啊、血小板啊，在正常偏高的狀況下，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往往也有可能跟發炎其實有關係的。就算避免不了日常的接觸，我們要減少體內的堆積。我幫你整理了排數2招，讓你從日常生活中減少堆積。現在點擊右上方按鈕就可以領取嘍。通常在這樣的情況下，會建議大家怎麼樣去調整？第一件事情，一定先把飲食先吃好，2-1飲食啊，搭配地中海飲食啊，那其實就會讓食物中少了很多觸发的源頭。因為地中海飲食
它很強調植物性的食物來源，好處就是裡面很多纖維其實是可以幫我們把肠道菌過好。我們會攝取到很多的植化素、胡皮素啊、花青素啊，這些它都可以幫助我們去對抗發炎這樣的事情。第二件事情，運動，我們人體本來就是透過活動這件事情來去維持我們的生理平衡。我們肌肉細胞在收縮的過程中，它會分泌所謂的肌肉激素 myokine， 它就會很大的去幫忙我們的免疫系統穩定。其實肌肉本身就是一個內分泌器官，你有開始穩定的運動的時候，這個內分泌器官才能真正的去發揮它的效能，幫助我們把发炎的狀況穩定下來。第三件事情，睡眠，其實很多人光是留給自己足夠的睡眠时間就留不夠了。很多人說啊，我就夜班啊，那乾脆不要睡。就是不是這樣，你還是要留每天至少7到9個小時的躺床時間。我們在白天的代謝過程中，其實會產生很多代謝的廢物的，像是類澱粉樣蛋白，還有那種tau蛋白。腦部其實是有一個叫淋巴系統在清理這些廢物。那這些東西你沒有睡眠，你就沒有辦法清除，後面其實就會產生一些发炎問題，然後最後是壓力。這幾個事情大家顧好，自然有這些好的基礎。那接下來才會去思考說，環境中哪些事情我應該要去避開，要去調整。你把前面那些顧好，其實你就更有能力處理掉這些環境中的毒素。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去做減量，就可以把身體狀況調整得更好，而不是一定說要把它追求到0。對於這類的議題，其實大家很極端。很多時候，比如說我們說糖不好，只要什麼東西有糖，他全部都不碰。然後大家聚會的時候，比如說有人吃甜食，他會覺得那不應該。所以我們變成說很難去找到那個平衡點。那我個人認為，平衡點其實就在於把自己對抗這樣物質的能力先提升，然後再來就是適時的減少它的接觸，一次性的塑膠杯。會能夠盡量減到，今天真的忘記帶杯子的時候才來使用，我們也就不用因此而過度擔心。我們要怎麼樣跟這個方便，還有遠離這個風險去做一個平衡，好像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課題。那你有意識才會相對應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或者說自己的環境，才能真的去減少它對我們的影響。這件事情並不是說非黑即白，這種一刀斷的方式來去處理的話，其實你活得會非常痛苦。每天看到紙杯，每天看到刷鏡，每天遇到糖，偏偏又一定要外食的時候，是那個焦慮的心態，其實就會讓壓力系統整個活化，那又帶來更多的发炎的問題。所以不要因為處理一個发炎問題而帶來另外一個发炎問題。所有的事情都是找到平衡點，其實才是關鍵。這整趟調查下來，我們發現最可怕的不是紙杯裡面的塑膠，而是我們對方便的依賴。醫師也給了我們一些判斷的基準，說不定在100次選擇的蹺蹺板裡面，我們就不會往一個極端只去傾斜，而忽略掉自己的健康。雖然學界沒有辦法斷定這些接觸到的塑膠微粒是不是100%對人體造成危害，但的確這幾十年來，科學家們都特別注重這個議題。如果哪天真的有研究斷定塑膠微粒進入身體的危害的話，那我想只有我們自己伸出去拿杯子的那隻手能夠改變這個習慣。